大家好，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旁边的秋绿五花头的秋绿。嗨，大家好，我又来啦。对，我们今天为什么邀请到秋绿呢？是因为最近啊，我们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工地里面发生一个公安意外啊，那这个公安意外呢，其实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是受害者啊。但是呢，这个受害者呢，总是呢比较卑微无助哈，因为通常加害人都不太鸟我们，所以我们就请了我们秋绿今天来帮我们解答。如果我们在工地遇到了公安意外，造成受伤的人，如果不管我们不想赔偿的话，该怎么办呢？对，秋绿，你对这个案情了解吗？有协助你们处理这个案件呐，对啊。相信他应该比我了解，因为我忘了差不多了。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们要请邱律师来说明一下，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印象中应该是你们的下包厂商在鹰架的上面搬运东西的时候，搬运的物品从上面掉下来砸到你们的员工。对，没错，就是我们的人在下面做得好好的，突然天上掉了个东西掉下来，然后不小心砸到他的头。他掉下来是什么东西啊？它掉下来是那个岩棉，就是我们在隔间在里面会用那个隔音啊或保温用的岩棉，它大概20几公斤，一大捆的部分，然后在掉下来的其中呢，它散开了，所以一片一片掉下来，一片大概1-2公斤，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扎实的东西，是比较软软的，有点像海绵，所以掉下来的时候砸到的不会太严重，但是因为那个高度有点高，大概30公尺高的高度，所以掉下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重量。所以砸到头还是有一点晕，虽然说都有戴安全帽，但是他还是有点不舒服。那被砸到的那个人他伤势还好吗？当下就立刻送医院去检查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当下是说脖子很痛啊，然后不舒服想吐啊，所以其实看起来很像是那个脑震荡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就是立刻送医确定一下有没有造成什么身体有哪里受伤了。重点是这个，就算是下包，他还是我们的一份子，如果他受伤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要想办法帮他负责。那这样子，在事情发生之后，你们第一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啊？因为那天是星期六，然后我正在上课，然后当下呢，现场就回报说，有发生这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先拍个照，然后之后就把人送医院了。然后后来我们的现场的负责人休假的时候，他也是立刻去医院关心，看看受伤的人的状况。对，然后后来好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既然没什么问题呢，那就要开始是算账的时候啦。毕竟出事了嘛，总是要有点，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但是该赔的还是要赔啊，要不然我们所有的人担心的要死，好几天。对啊，因为毕竟观察他是不是观察1天2天，我们是预计可能要观察个2周，确定他都没有任何的后发的问题。可是呢，就遇到了个问题，当下他们现场的人呢，因为毕竟他们知道他们造成的，所以他们都很愿意负责赔偿。做工程的都知道。现场讲了一套，跟老板讲了一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请我们现场的人要出一张那个事后的他会做些什么事情的确认书啦，就是我们要求他说，现在发生的事情你需要赔那个至少医药费一定要赔嘛，然后慰问金要给嘛，然后接下来如果他几天不能工作，那些薪资你要给人家，然后后来算算也没有很多，大概几万块，因为他后来也才休2周嘛。所以大概也就不到10万块的金额就可以，我们就只跟他求这些金额。但是现场都说，没问题，公司会负责。老板就说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负责。对，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人没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按照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会赔多少，你知道吗？应该很低吧？对，没错，很低，因为保险金额只赔看医生的钱，看医生只花多少钱？急诊费2000多块。对，因为现在健保都会给付这样。然后慰问金是急诊费的，不知道是2倍吧，所以大概4000块，所以他大概赔我6000块。对，然后还要跟上面的上包啊去解释一大堆的事情，所以花了很多行政成本，结果只说他只想赔6000块。所以当下呢听到就觉得蛮夸张的，这个世代真的什么人都有。对，所以我们就要请秋绿，如果遇到像这样子，他完全不想鸟我们，或者是因为这个赔非常少的钱的话，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在法律上其实民法191条之3，它就有规定，是说，如果你们在做一些工作，如果这时候别人确实已经发生危险了，那你就要负责。那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我们做工程的，鹰架上面搬运东西，那我们可以想象
嘛，就是你搬运东西就有可能会有东西掉下来，这个东西掉下来，是不是你造成的？其实我们都要推定是说就是你造成的，你要赔偿。除非你事后可以证明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是说我已经做到了一些保护措施啊，比如说他在鹰架的那边可能有设置一些挡板啊，或者是护网什么的，那他这个时候就有机会是说，那我已经尽到我的保护措施了，结果还造成这样，那我不用负责。但是在这个案件来讲的话，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做到这些东西啊，他才会掉到校包这边去啊。掉下来东西的这位啊，他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应该要去赔偿啦。我们已经知道说他要赔偿了嘛，那接下来就是看他要赔偿的什么项目嘛，对不对？项目的话，医疗费用这个是没有问题哦。那再来的话，他后续不能工作的损失，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案件，他可能要休养哦，医生有写说他要休养几天，那几天的话，那我们就算他的这个工资的部分这样子。好，那因为这第三个，这个是他因为他的身体有受伤，好，那民法也有规定说，如果你的身体有受伤的话，你可以跟造成你受伤的这个人啊，跟他要这个叫精神慰抚金啊。所以我们这边跟对方请求的金额其实都是算合理。既然我们求的金额算是一个合理，也没有特别狮子大开口，但是他如果就是坚决说，老子就是不管你，那我该怎么办？当然，在前面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刚刚有讲到，在工地的时候跟这个工地现场的主任有沟通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也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沟通的时候可以先录音。事后啊，那如果对方就是这个不赔的时候啊，那我们还可以先，比如说对对方发存证信函，或者是请律师发律师函，透过这种比较和缓的方式哦，我们先去跟对方说理啊，我们有一些法律上的依据，你应该要赔我这些多少钱？那请你在几天之内赶快来联系我们，大家和气生财，和平的解决事情，之后才能再去一起赚钱嘛，对不对？如果过了这个时间之后，他还是不鸟你，那我们可能就考虑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下一步的行动，你可以有2种方式啊。如果你觉得说跟这个对方之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大家不要一下就走到法院去的话，你可以去事发当地的这个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如果呢在调解委员会大家能谈到一个合理的数字，大家都满意的数字，那其实大家都皆大欢喜，就事情就到这边结束了。对啊，那假设说真的没办法调解没有办法成立，大家没有达到心中合理满意的数字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走民事诉讼去提告对方。那甚至因为这个案件它有这个过失伤害到别人的行为啦，甚至可能还有刑事上面的过失伤害罪的问题哦。对啊，所以如果他都不管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进行调解啊。如果调解他也不来，不想管，就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对，所以诉讼你刚刚说有说到有民事跟刑事嘛？如果真的要诉讼的话，哪一个通常会让人比较威胁力比较大一点的？一般来说，当然大家常听到以刑逼民啊，但就是在这种情况啦，那通常会建议是2个一起做啦，就是2种管道一起处理。那当然在刑事那边的话，检察官也会询问说双方有没有调解的意愿。那在这种看起来责任是比较明显的状况之下，检察官通常也会帮受害者说话，然后跟对方争取看看是不是大家进调解委员会去进行一个更和缓的一个沟通，这样子提告他，然后这个案件到检察官，检察官可能会看有没有办法在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所以调解一样是发回去这个区公所调解吗？还是怎么样？有2种方式，大部分是去区公所啦。那检察官有时候也会跟法院合作，请大家去法院里面的调解室去进行调解，这样子。对啊。假设今天就是他真的很硬的说我就是觉得你要的太多了，那我只能提告。提告的这两个是都可以分别求偿吗？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先提刑事告诉的话，那因为这个部分他过失的情形其实是蛮明确的，那检察官之后起诉对方的机会是蛮大的。那我们等到检察官起诉对方过失伤害罪之后，我们可以对对方提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于说我们就要求对方赔钱的部分因为我们提刑事其实是最终的结果是对方要不要被抓进去关的问题，那跟我们有没有能拿到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还是要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样子。了解。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像这个提告我是要告谁？是告现场事发的人，还是现场负责人，还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刑事责任来说的话，你可以告现场的
行为人，就是造成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工地主任或者是现场负责人的这个部分，也可以一起去告啊。然后刑事的部分这样子，老板的部分的话，通常在最后的结果上的认定。大部分会觉得老板比较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告，其实也可以一起告。对，一起告会不会比较容易成功？就是有可能，有可能是。那一起告会费用比较高吗？这个？如果你是问律师来讲的话，律师还还好，不会比较高啊。OK， 所以如果真的有遇到那种很硬的，我们是不是一起告一告会比较简单？对啊，那刚刚讲到刑事部分嘛，如果民事部分你的被告的话，其实你要告这个行为人，然后还有第二个是告他的公司，因为公司其实在民法上面它是要一起负责的，对方到最后都不想和解，基本告就一定会成嘛。因为律师没办法保证说一定会成立啦，但是我们看如果现场确实是那个他没有因为做好适当的保护措施而导致物品掉落的话，那其实他就有违反他的注意义务，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有过失这样子，而且这个过失是直接造成他受伤的原因啦，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过失伤害就会很容易成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告诉一下我们观众，可能看我们节目的人很多也是这个工程行业的人，这种事情难免都会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像这样子，真的要从保留证据到提起诉讼，你觉得会有哪些必要的花费？到提起诉讼之前的话的花费，其实没有什么花费啦。但是就是刚刚讲到，如果你要发存证信函，或者是请律师发律师函，那这边可能就有律师的费用，赚你的费用大概几千块这样子。之后提起诉讼。除了律师费之外，提刑事告诉是不用花任何钱的。刑事不用钱，刑事告诉不用花任何钱，只是说你如果要提民事诉讼的话，你要缴一个东西叫裁判费给法院。那裁判费大概就是你请求金额的1%左右啦。比如说你要告对方要赔10万块，那你可能要先缴个1%是多少？1000多块给法院这样子。这1000多块是交给法院就拿不回来的吗？不是，这个1000多块是你缴给法院之后，法院认定说，我们原告确实是有理由，判我们胜诉，那我们这1000多块可以跟被告要回来这样。OK， 所以我就可以跟他要，除了10万，还要加那个裁判费。对。OK， 像这样子比较单纯的案件啊，有什么可以自己处理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案件，你要不要请律师？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是，因为律师费所费不赀啦。台湾的规定是说，你在1、2审的律师费是不能跟对方要的，所以你律师费你可能要考量说，你花的律师费跟你要回来的钱的成本有没有合啦，这样子。你们能自己做的部分，通常是说你们可以存证信函的部分，你们当然可以自己去写。然后内容的部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在内容打上是说我们在几月几号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应该要负一些责任，那你应该要赔我们多少钱，就是人事时地物把它写清楚，请你在收到信函的比如说7天或10天之内一定要回我，否则超过时间那我就要进行后续的法律程序啊，这样子。对啊，那这个可以自己去邮局的官网可以去下载到空白的这个表格这样子。对啊，那写完之后你就1式3份到邮局去寄就没问题啦。所以就是像那种金额如果不大的话，建议自己处理会比较好。那如果私下谈谈，你已经确定我们要和解了，那这个和解书该怎么写？这个和解书的话，基本上会建议各位啊，和解书大家比较私下，就是跟对方用赖啊写一写就好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找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做一个拟定啊。和解书的部分，如果大家要写的话，里面呢最好要包含说你们请求的项目跟金额。项目的部分，因为这个案件有受伤嘛，脑震荡的部分有可能它会产生相关的这个后遗症，或者是后续还需要去医院这个回诊，这样子的部分的话，那我们的写法就是也要包含到说后续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有相关的回诊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当下事发的时候，一定没有那个时间去做这些东西嘛。可是他们肯定会说，我愿意赔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记录，或者是后续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情呢？还是建议大家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可以就是私下录音这样子。这个录音呢，我们主要要证明的部分是说，假设啦之后真的不幸，我们真的进到诉讼里面，结果对方打死不认，说我这不是我造成的啊，我们没有把东西掉下去哦。那这个录音其实就可以证明说，其实你在第一时间你就有这个跟我们安抚说你想要赔偿我们，如果不是你造成的，为什么你第一时间想要来安抚或答应我们要赔偿呢？对啊，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证据啊。所以现场当下除了送医以外，保留证据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案子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我们就把它推演到最糟，进到法院的话可能遇到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身边也包含我们观众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
比较 OK 的叫什么？叫黄灯吗？生活中的不幸的事情。哦，对，生活中的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影片。如果未来有问题，也可以询问我们秋绿五花斗的秋绿，他也可以给你专业的法律咨询哦。对了，那个有关于纯正信函，秋绿你是不是之前有讲过纯正信函的影片啊？哦，对啊，有。既然有讲过，那我们就把它放在下方的描述栏。OK， 大家想要的话，想了解怎么写的话，可以在下面看看哦。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影片的话呢，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这样子未来才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如果有关于那个公安意外或者是工程法律诉讼的部分，你想了解更多的话，一定要帮我们留言，这样子我们之后才可以再找邱律师来帮我们说明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哦。没问题，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们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是邱伟翔律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